欢迎回到本频道，我是 Johnny。这个频道增设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 3D 猎鹰小教室。那这次的单元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使用 3D 猎鹰机以及相关小知识。那我们这一部影片我们会使用一款入门级的 3D 猎鹰机 Ender 3。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款 3D 猎鹰机呢？以我个人的立场，我觉得它有3个优点。它是一个非常好入门的 3D 猎鹰机，并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。大约落在5到6千左右，非常好入手，以及它有非常好的可扩充性。接下来在这部影片，我会带各位了解所有的组装以及校正过程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那我们有请3D 猎鹰机本人登场。这是我们开箱完后的内容5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组装的环节吧。首先，我们先确认基座的两侧以及我们的底座有无任何的松动。因为接下来在猎鹰的时候呢，我们基座有任何松动的话，在猎鹰的过程会产生些许的震动，就会影响到后续猎鹰的成果。我们组装完柱子之后呢，发现这2根柱子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一侧的柱子呢，它这下面有2个锁孔，这2个锁孔呢是对应到我手上的这一颗马达，以及这一侧的柱子的锁孔是对应到我们的电源供应器。各位观众有没有发现到这个的锁孔其实朝内往下的方向？如果这锁孔是朝内往上的方向的话，就会造成这个电源供应器浮空的状态。我们介绍完这2根柱子之后，我们继续组装吧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组装画面中的零件。我们所使用到的材料有皮带松紧器、M4 螺丝、皮带、6角扳手以及 L 型扳手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横杠，它的背后有2个很大的锁孔。这2个很大的锁孔是分别我对应这2个零件的位置，以及这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中间这个横杠跟我这个喷头滑入进去。可是我们看到呢，它在滑的时候呢会卡住，把偏心轴进行松开的动作。松开了之后呢，我们中间的横杠就很容易的塞进去。接下来我们要将2侧零件组装上去。接下来我们将装好的杆子放上去。回到我们偏心轴部分，我们将偏心轴调整至不会有产生任何摇动，并且能够在滑轨上顺畅的移动。皮带松紧器部分，将扳手插入，使皮带往外撑开拉紧，并将外侧螺丝锁紧固定，即可完成皮带松紧部分。接下来我们使用最后的横杠来固定我们2侧的支柱。我们使用到的材料有 M5 螺丝以及2侧的保护盖。上方支架固定好之后，我们进行马达的安装。
我们使用2颗 M4 的螺丝将马达锁上。我们将螺杆零件取出，再挤出马达旁边有个螺纹，让螺杆顺着螺纹滑入至下方马达内的连轴器，让螺杆和马达轴连接在一起，并将连轴器锁紧。接下来是送料管的部分，先将材料包里的挤出机接头取出，再将大小各1个蓝色卡扣取出，把接头装在送料管末端塞紧，并锁在挤出机接头上的螺孔。再将2个蓝色卡扣插入到2端接头，切换到电源供应器部分，要注意电源供应器上面的伏特数，用小螺丝刀切换相对应的电压，将电源供应器放到相对应的位置，并准备2颗 N4 螺丝锁紧固定。再来是萤幕的部分，我们先翻到背面，看到背后有3个插槽，我们使用最右边的 EXP3 的插槽，将画面中的接线插入至插槽中，接头上有防呆机制，可避免插反。再使用2颗 M5 螺丝将萤幕固定。画面中的材料是 Z 轴限位开关，先将旁边附有 Z 字母的接头插入至限位开关，再锁紧至凹槽内。我们把滚筒取出，使用2颗 M5 螺丝和2个梯形螺母。先将螺丝放入固定板下方的2个孔，再将梯形螺母稍微锁上。将梯形螺母塞入至凹槽中，用 L 型扳手让内部螺母直锁固定住即可。再将滚筒松开，使滚筒穿过另外一侧，锁紧在固定板上。我们使用内部的长尾夹将平台上下2侧固定。接下来是我们接线部分，依据画面中线材的字母和大小，我们将接头依序插入到挤出机、X 轴马达、X 轴限位开关和 Z 轴马达，再将电源供应器上的接头接上，把电源插头取出，插入到电源供应器，再接到电源插座，再将电源供应器上的开关开启。这时萤幕会显示该产品的标志，并出现状态画面。我们首先按下萤幕上的小转盘，扭动小转盘到 Prepare， 按下后再转到 Auto Home， 并再一次按下小转盘。这时 3D 列印机会自动帮我们做3轴归位。我们再次回到 Prepare 的地方，选择 Disable Steppers， 松开我们的马达。这时，我们只移动 X 轴和 Y 轴到平台脚边，并放入一张 A4 纸，开始手动平台校正，将平台高度调整至喷头与 A4 纸产生轻微的摩擦即可。另外3个脚边也是相同动作，重复4个脚边校正动作，直到每个脚边的喷头与 A4 纸产生相同的摩擦，即可完成校正动作。准备好我们要列印的 3D 线材，我们使用的是 PLA 材质。将挤出机的弹簧松开，并将线材送到送料管连接的喷头。我们取出内附的 microSD 与 SD 转接卡，将 microSD 文字朝上，并插入到画面中的位置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在萤幕中选取 Print from TF， 读取 SD 卡，列印我们的 3D 模型了。那这是我们今天组装完成的 3D 列印机。若是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我们的频道。然后我是 Johnny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